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相亲故事，而是一个关于文化差异的真实小插曲，说的是大陆和台湾在饮食文化上的差异，特别是分餐制和合餐制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。这个故事源于我一位来自湖南的老朋友，退休教授李教授来台湾看望女儿的经历。李教授的女儿小林10年前就来台湾读书，后来嫁给了台湾男生阿杰，定居在台北。李教授虽然退休了，但身体棒棒的，这不，趁着天气好，决定来台湾看看女儿，顺便看看这个宝岛到底长啥样。爸，这边的天气比湖南好多了，不冷不热的，特别舒服。小林在机场接到爸爸，高兴得不得了。是啊，比湖南舒服多了，那边现在还冷着呢。李教授深吸一口台北的空气，笑呵呵地说。小林开车带着爸爸回家，一路上李教授看着台北的街景，啧啧称奇，这边的路比我想象的干净多了，建筑也挺好看的。那是当然，台北可是个美丽的城市呢。小林骄傲地说，晚上女婿会下班回来，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顿饭。回到家后，李教授简单休息了一下，女婿阿杰也准时下班回来了。阿杰是个台湾本地的工程师，为人热情有礼貌，一见到李教授就热情地打招呼，爸，您终于来了，路上累不累啊？不累不累，坐飞机才2个小时，比坐高铁去北京还快呢。李教授高兴地回答，那就好，今天我订了附近一家很有名的餐厅，带您尝尝台湾的美食。阿杰说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我早就听说台湾的美食是一绝，今天可得好好品尝品尝。李教授搓着手说道。晚上7点，3人来到了阿杰预定的餐厅。这是一家装修精致的台菜餐厅，进门就能闻到阵阵香气。爸，这家餐厅的卤肉饭和红烧牛肉面特别有名，他们的3杯鸡也超级好吃。小林向爸爸介绍着，听起来不错，那就点这些吧。李教授点点头，服务员很快过来点单。阿杰和小林轮流点了几道菜，李教授也插嘴点了几个自己喜欢的菜。这样够了吧？阿杰问。差不多了，饱肯定是能吃饱的。小林说。不一会儿，服务员开始上菜了。只见服务员端上来3份卤肉饭、3碗红烧牛肉面，还有3盘3杯鸡，每人面前都摆了一份。李教授愣住了，他本以为菜会放在中间，大家一起分享，没想到每人面前都有一整份。这是每人一份？李教授有点惊讶地问。是啊，爸，台湾很多餐厅都是这样的，分餐制嘛。小林解释道。这样啊，李教授看着眼前满满的食物，有点为难。阿杰察觉到了李教授的疑惑，解释道，爸，台湾这边很多餐厅都是分餐制的，就是每人点自己想吃的，然后各吃各的，不像大陆那样，大家点很多菜放中间一起吃哦。我明白了。李教授点点头，就是说我这一份都是我自己的，我得全部吃完。对啊，您点的您吃。阿杰笑着说，不过吃不完可以打包带走的。李教授看着面前丰盛的食物，实在没想到台湾的一份。正当李教授准备动筷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了在家乡的习惯，饭前必须先招呼大家一起吃。于是他夹起一块3杯鸡，往小林的碗里送去。闺女，尝尝这个鸡肉，看看和湖南的有啥不同。小林一愣，赶紧摆手，爸，这边是分餐制，我有我自己的菜，您吃您的就好。李教授这才反应过来，尴尬地笑了笑，哎呀，老毛病又犯了，在家里总是这样，看到好吃的就想让大家一起尝尝。阿杰见状连忙打圆场，没关系，爸，您习惯了合餐制嘛，其实我们在家里也经常合餐的，只是在外面餐厅，台湾这边大多是分餐。原来如此。李教授恍然大悟，怪不得我看别的桌子，每个人都只吃自己面前的食物，我还以为台湾人不太热情呢，原来是饮食习惯不同啊。爸，您慢慢适应就好了。小林笑着说，其实分餐制也有好处，比如更卫生，不用担心交叉感染。是啊是啊，现在大陆很多年轻人也开始推广分餐制了，特别是在疫情后，大家对卫生更加重视了。李教授点点头，表示理解。不过说实话，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也不习惯。小林回忆道，记得刚来的时候去学校食堂吃饭，我习惯性的把自己点的菜往同学碗里夹，结果把人家吓了一跳。
还以为我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？哈哈，我能想象那个画面。阿杰笑着说，不过说来也奇怪，我们台湾人在家里也是习惯合餐的，但在外面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分餐，这可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吧。李教授分析道，毕竟台湾比大陆更早接触西方文化。三人边吃边聊，气氛渐渐轻松起来。李教授虽然还是不太习惯分餐制，但也乐于接受这种新的饮食方式。吃着吃着，李教授突然又做了一个让小林哭笑不得的举动，他把自己碗里的一块红烧牛肉夹到了阿杰碗里。女婿啊，尝尝这个牛肉，味道不错。李教授热情地说。阿杰愣了一下，然后笑着接受了。谢谢爸。小林连忙解释，爸，我们真的不用这样的，阿杰有他自己的牛肉。哎呀，习惯了习惯了，在湖南不给亲人夹菜是不礼貌的行为啊。李教授笑呵呵地说，在我们那里，越亲近的人越要多照顾，多夹菜表示关心呢。原来如此，阿杰恍然大悟，其实我挺喜欢这种方式的，感觉很温暖，很有人情味。就是吗？李教授高兴地说，虽然分餐制卫生，但总感觉少了点人情味。在我们湖南，一家人吃饭互相夹菜是表达爱的方式啊。我们台湾也有这种情况。阿杰说，特别是长辈给小辈夹菜表示疼爱，只是在公共场合，我们更习惯遵循分餐的规矩。这时，李教授突然有了个主意，这样吧，既然我们三个是一家人，不如我们换一种方式，我们可以各自点不同的菜，然后大家互相尝尝，这样既保持了卫生，又能体验不同的美食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这个提议好，阿杰立刻赞同，下次我们可以这样安排。对啊，这样就能兼顾两种文化的优点了。小林也很开心。正当三人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隔壁桌的一对年轻情侣不小心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忍不住插嘴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听到你们在讨论分餐和合餐的事情，其实我和我男朋友也经常为这个问题争论呢。是吗？小林转头好奇地问，你们怎么争论的呀？那位女生笑着说，我是台北人，从小在台湾长大，习惯了分餐制，但我男朋友是台中人，他家乡那边反而更喜欢合餐，每次出去吃饭，他总想点一大堆菜，大家一起吃，我却更想各自点各自的。哈哈，原来台湾岛内也有这种差异啊。李教授惊讶地说，我还以为整个台湾都是分餐制呢。那位男生也开口了，其实台湾不同地区确实有差异，南部和中部的人更喜欢传统的合餐方式，北部尤其是台北这边，受西方和日本影响更深，分餐比较普遍。太有意思了，李教授感叹道，这和大陆其实挺像的，北方和南方也有很多饮食差异。阿杰点点头，是啊，我觉得饮食文化的差异反映了不同地区的性格特点，合餐体现了集体主义和亲密感，分餐则更注重个人空间和卫生。这对情侣又好奇地询问李教授在湖南的饮食习惯。李教授滔滔不绝地向他们介绍起湖南的饮食文化，辣椒、剁椒鱼头、臭豆腐、糖油粑粑，说的大家都直咽口水。哇，湖南的食物听起来好辣好香啊！那位女生惊叹道，那是当然，我们湖南人可是无辣不欢。李教授自豪地说，我女儿小时候都能吃3碗剁椒鱼头配米饭呢。爸，别说这些啦。小林有点不好意思，但脸上的笑容却掩饰不住。两桌人聊得热火朝天，仿佛一下子拉近了距离。这时，服务员走过来问是否需要添加些饮料或甜点。李教授见状，马上说，来2盘你们店里最拿手的甜点，给这对年轻人尝尝，我请客。爸，您太客气了。小林赶紧解释，在台湾请别人吃东西也是要先问过对方的。那对情侣连忙摆手，谢谢叔叔的好意，我们已经点了甜点了，不过真的很谢谢您的热情。李教授这才意识到自己又闹了个小笑话，哎呀，我们那边都是见面就请客的，没想到这里还得先问问，真是处处有学问啊。大家都被李教授的直率和热情逗笑了。餐后，两桌人互相加了社交软件，约好改天一起去品尝更多美食。回家的路上，李教授若有所思，今天真是长知识了，原来吃个饭还有这么多讲究。爸，这就是文化差异啊。小林解释道，其实台湾和大陆虽然同根同源，但几十年的分隔，
再加上不同的外来文化影响，难免会形成一些不同的习惯。对呀，爸，阿杰接话道，就像我们家和小林家第一次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妈妈看到小林用公筷给长辈夹菜，还以为他特别懂礼貌呢。哈哈，是啊，小林笑着说，我第一次去阿杰家吃饭，看到他们家没有公筷公勺，还以为是忘记准备了，结果发现他们家根本就不用这些。我们湖南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推广使用公筷公勺的。李教授说，以前都是直接夹，现在讲究卫生了，慢慢也在改变。回到家后，李教授忍不住问，那你们平时在家里是分餐还是合餐啊？我们在家一般是半分半合。小林回答，主食分开，菜合着吃，但会用公筷，这样挺好的，取两种方式的精华。李教授点点头。晚上睡觉前，李教授躺在床上，回想着今天的经历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虽然闹了些小笑话，但这反而让他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。第二天一早，李教授起床后，发现小林已经准备好了早餐，居然是分餐制的，每人面前都摆着一碟小菜、一碗粥和一个鸡蛋。怎么样，爸，这样吃习惯吗？小林笑着问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李教授笑呵呵地回答，但眼睛却不自觉地瞄向阿杰碗里的咸鸭蛋，那可是他最爱吃的啊。小林看出了爸爸的心思，忍不住扑哧一笑，爸，您要是想吃阿杰的咸鸭蛋，就直说嘛。啊，我有这么明显吗？李教授有点不好意思，爸，您想吃就拿去，我不爱吃咸鸭蛋。阿杰笑着把自己碗里的咸鸭蛋夹到李教授碗里，这不是分餐制吗？怎么又合起来了？李教授有点疑惑。爸，其实无论是分餐还是合餐，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。小林解释道，就像您说的，在湖南夹菜是表达关心的方式，在台湾，尊重个人选择也是一种关心，形式可以不同，但爱的表达是一样的。说得好，李教授击掌赞同，文化差异不是阻碍，而是增进了解的桥梁啊。早餐后，阿杰提议带李教授去台北的几个著名景点逛逛。在参观了故宫博物院后，一家人来到了著名的夜市品尝小吃。哇，这里的小吃真是琳琅满目啊！李教授看着各种摊位，眼睛都不够用了。爸，台湾的夜市可是远近闻名的。小林骄傲地说，这里的小吃基本都是一人一份，您可以点自己想吃的。李教授点了蚵仔煎、卤肉饭和珍珠奶茶，边走边吃，享受着台湾夜市的热闹氛围。这才是真正的分餐制啊！李教授笑着说，每个人拿着自己的食物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太自由了。爸，您开始喜欢上分餐制了？小林惊讶地问，各有各的好处吗？李教授笑着回答，合餐有合餐的温馨，分餐有分餐的自由，重要的是怎么吃得开心，吃得健康。说得太对了，阿杰赞同道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太执着于形式，反而忘了初衷。几天的台湾之行让李教授收获颇丰，不仅领略了台湾的美景美食，还深入体验了不同的文化习俗。临走前一晚，阿杰和小林特意在家里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爸，今天我们特意准备了您喜欢的湖南菜，还有台湾的特色菜。小林说着，掀开了锅盖。李教授一看，桌上摆满了香喷喷的菜肴，剁椒鱼头、小炒肉、三杯鸡、卤肉饭，应有尽有。更让李教授感动的是，桌上既有大家共享的菜，也有每人面前的小碟和公筷公勺，完美的融合了。这也太周到了吧！李教授眼眶有点湿润。爸，我们想让您体验最地道的台湾美食，同时也不忘您的家乡口味。阿杰解释道，最重要的是，无论分餐还是合餐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小林补充道。那一刻，李教授感受到的不仅是饮食文化的差异与融合，更是浓浓的亲情和爱。来，我敬你们一杯。李教授举起酒杯，祝我们的家庭永远和睦，也祝两岸的交流越来越频繁，文化越来越融合。这一晚，他们聊了很多，笑了很多，也吃了很多。那些关于分餐和合餐的尴尬早已烟消云散，留下的只有美好的回忆和更深的理解。第二天一早，李教授就要踏上回家的旅程了。小林和阿杰早早的起床，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为爸爸送行。爸，您看，
今天的早餐我特意做了湖南的米粉和油茶。小林指着桌上的食物，骄傲地说。李教授一看，果然是家乡的味道，顿时眼前一亮。哎呀，闺女，你这手艺越来越棒了，这米粉的香味简直和长沙街头的一模一样。那是当然，我可是偷偷跟妈妈学了好久呢。小林笑着说，不过油茶是阿杰做的，他专门跟我打电话问了妈妈的配方。李教授转头看向阿杰，感动地说，好女婿，辛苦你了，来尝尝你做的油茶怎么样？三人围坐在餐桌前，这次餐桌上既有合餐的油茶和小菜，也有分装好的米粉，完美的融合了两种饮食习惯。爸，这次来台湾感觉如何？阿杰一边吃着米粉一边问道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李教授连连点头，不仅看到了女儿过得好，还长了很多见识。你看，就连吃饭这样的小事都能让人感受到文化的差异和魅力。爸，您现在觉得分餐制和合餐制哪个更好啊？小林好奇地问。李教授笑了笑，慢悠悠地喝了一口油茶，然后说，这哪有什么好坏之分啊？分餐有分餐的讲究，合餐有合餐的道理，关键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情谊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说得太对了，阿杰赞同道。其实我们台湾人也不是所有场合都分餐，家庭聚会或者亲朋好友聚餐，很多时候也是合餐的。是啊，文化差异不是鸿沟，而是让我们互相了解、互相学习的桥梁。小林感慨道。这些天我也在想。李教授放下碗筷，认真地说，其实分餐和合餐的差异，反映的是两地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文化价值观。合餐强调集体和分享，分餐则更注重个人和卫生，两者各有千秋，没必要非要分出高下。爸，您这思考的真深刻。小林惊讶于爸爸的见解，哈哈，我可是教授啊，思考问题是专业。李教授开玩笑道，然后又正色说，其实我们大陆现在也在推广分餐制，特别是年轻人，越来越多人接受这种方式了。台湾也是在慢慢变化的。阿杰补充道，像我外婆那辈人就非常坚持传统的合餐方式，认为那样才有家的感觉，但我们这代人外出就餐大多接受分餐了。三人边吃边聊，时间过得飞快。吃完早餐，李教授开始收拾行李，准备去机场。爸，我给您准备了一些台湾的特产，这是凤梨酥，这是茶叶，还有一些小零食，都是您这几天说好吃的。小林指着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说，哎呀，太客气了，我还给你们带了湖南的腊肉和剁椒呢，放冰箱里了，你们记得吃啊。李教授也不示弱，还有这个。阿杰递给李教授一个精致的袋子，是我们特意给您买的茶具套装，台湾制造的，希望您喜欢。李教授接过袋子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套漂亮的茶具，做工精细，一看就是好东西。他不禁有些动容，太贵重了，这把收下吧，这是我和阿杰的一点心意。小林笑着说，您平时不是最爱喝茶吗？用这套茶具，喝起来肯定更香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李教授小心翼翼地把茶具放回袋子，等我回去，一定请你妈妈尝尝用这套茶具泡的茶。临行前，李教授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，递给小林和阿杰，这是我和你妈妈的一点心意，你们收着。小林和阿杰连忙推辞，爸，不用了，我们不缺钱的，收着吧，这是我们长辈的心意。李教授坚持道，不多，就是个意思。再说了，这可是我们大陆的传统，长辈给晚辈红包，图个吉利。见李教授坚持，小林和阿杰只好接受了红包，但他们也悄悄决定，等爸爸回去后，一定要寄一些爸爸喜欢的台湾特产给他和妈妈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出发去机场了。阿杰看了看手表说，三人驱车前往机场。一路上，李教授不停地张望着窗外的景色，似乎想把台湾的一切都印在脑海里。爸，您别担心，我们以后会经常回去看您和妈妈的，您也可以常来台湾玩。小林看出了爸爸的不舍。是啊，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去台南、高雄转转，那边的美食和景点也非常棒。阿杰补充道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你们的邀请了。李教授高兴地说，不过下次我可要做好充分准备，不能再闹出分餐合餐的笑话了。三人都笑了起来，车厢里充满了欢声笑语。
到了机场，办完登机手续后，李教授站在安检口，依依不舍地和女儿女婿告别。爸，路上小心，到家了记得给我们发消息。小林叮嘱道。知道了，你们也要保重身体，工作别太累了。李教授点点头。爸，有空常视频聊天，下次我们去湖南看您。阿杰握着李教授的手说。好好好，我和你妈妈随时欢迎你们回来。李教授拍拍阿杰的肩膀。最后道别的时刻，李教授忍不住抱了抱女儿和女婿，眼眶有些湿润。谢谢你们这几天的款待，我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爸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说这些干什么？小林也红了眼眶。对，爸，我们是一家人。阿杰坚定地说。李教授转身走向安检口，回头又挥了挥手，才依依不舍地进去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小林和阿杰都有些沉默。你在想什么？阿杰问道。我在想，我们真的应该多回去看看爸妈。小林说。你看爸爸为了适应我们的生活方式，连吃饭都要改变习惯，我们也应该多理解他们，尊重他们的习惯。你说的对，阿杰点点头。其实爸这次来让我明白了很多，文化差异不是问题，关键是我们如何用爱去包容和理解这些差异。就像分餐和合餐各有各的道理，没有对错之分，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。小林感慨道。对，我们下次回湖南一定要入乡随俗，好好体验一下地道的合餐文化。阿杰笑着说。那是必须的，我爸可是合餐文化的忠实拥护者呢。小林也笑了起来，两人相视一笑，心里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家人的爱。而此时的李教授坐在飞往湖南的飞机上，回想着这几天的所见所闻，心中充满了感慨。他打开手机，开始记录这次旅行的点点滴滴，准备回去后和老伴好好分享这段奇妙的文化之旅。他写道，文化的差异不是阻隔，而是理解的开始。就像分餐与合餐，看似简单的饮食习惯，却折射出不同地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。重要的不是形式，而是那份爱与尊重。感谢这次台湾之行，让我不仅看到了女儿的幸福生活，也感受到了不同文化交融的美妙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无论是分餐还是合餐，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文化的差异只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希望大家都能像李教授一样，用开放的心态去拥抱不同的文化，用爱去包容彼此的差异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